那除了吃之外呢，大家第二个特别关心的就是动啊，有的人不敢动啊，觉得一动呢就过量了，是吧？或者是受伤了啊。那孙医生，您在日常接触的这个患者当中，怎么样来看待运动这件事儿？关于运动啊，其实我想说什么呢？就是运动它不是锻炼我们的意志，而是应该照顾我们的身体。那很多中老年朋友一说运动，刚才咱们提到了，又说我想跑步，我想爬山，我想出大汗，其实这完全没有必要。那么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最好的运动就是坚持，不过度，然后心情不紧张。像刚才胡医生提到的，就是舒适，是吧？适度啊。比如说我们每天固定的时间去散散步，哪怕就20-30分钟，或者做一些舒缓的拉伸，像太极。还有近期比较火的这个八段锦，八段锦，无法养生，对，慢节奏的这些操，其实对身体的帮助非常的实在。我们从拍片子的角度来看，长期保持这种适度运动的人呢，他的肌肉状态啊、关节的这个活动度都非常的好，而且配合度也特别的高。好的，那我们再问一下胡医生，您在看片子的时候啊，我们能不能够看出来这个人到底是日常动得多还是动得少啊？对，能看出来，而且会非常明显。我们现在拍片的朋友，如果长期不运动的话，我们从片子上就能看到他的肌肉会逐渐的减少，脂肪的含量比例会上升，那骨密度也会有所下降。这些在影像上其实我们都是能看得到的。而这些保持规律运动的人呢，他即使年纪会偏大一些，肌肉的轮廓也是依然清晰的，骨的结构也会更加稳定。那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运动对很多慢性问题的控制，在影像上是减速的，也就是说，问题发展的慢，变化的会更可控一些。那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还要聊一个问题啊，就是一个非常重要，但是呢却容易被忽略掉的因素，就是心情。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一紧张就睡不好了啊。如果说一做检查，那完了，更紧张了，更睡不好了哈。一睡不好呢，那就更加的去担心自己的身体了。其实这个我特别有感触，就是我们每天工作在机房里面嘛，我们会经常碰到一些极度紧张的患者，可能在这儿说大家都可能有一些不可思议，就患者进到我们检查室的时候，他会紧张到发抖，这点确实是。就是大家不在机房工作，可能难以想象哈。对，但其实这种影像类的这种检查，其实它不像，比如说我们要去注射呀、抽血啊，它甚至还疼。但其实就是疼都不疼。对，只要大家放松心态，然后配合好就行。那么其实这个检查也并不复杂，但情绪会直接影响我们检查的这个过程。我经常会跟患者说，我说咱们现在能做的呀，就是配合检查，剩下的您踏踏实实躺着，剩下的活儿交给我。那么紧张这个本身对身体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它比检查要大得多得多。那么日常生活中其实也是，就比如说我们长期的焦虑呀、压抑呀、担心呀，那身体一定会反映出来的。确实是。是的，确实是这样。从影像的角度来看，长期情绪紧张的人呢，它其实常常伴随一些功能性的变化，比如说肌肉紧张啊、内脏位置的改变、呼吸模式的异常，这些并不一定是病，但会让我们的身体处在一个不舒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大家能明白，检查呢不是在宣布坏消息，而是在帮您了解您的身体状态，要早点的及时调整。好的。那说到这儿呢，我其实也特别想请两位医生各自用一段话啊，来送给我们正在看直播的中老年朋友们。我们不讲专业，也不讲检查结果，我们就讲一句啊，您最想要对大家说的话。来，孙医生。行。那其实我想对大家说一个非常真心的话，就是放射科并不是一个让大家害怕的地方，它更像是一个帮助您看清身体状况的一个地方。关于拍片子这件事儿啊，本身其实并不可怕，只要我们在正规的医院，按医生的建议合理的进行安排，它其实对身体的影响是非常小的，而且也是在我们安全范围之内的。那么我们真正对身体影响大的，往往不是这1-2次的检查，而是我们每天怎么吃、怎么动、怎么睡、怎么想。如果日子过得太乱，身体肯定是容易出问题的。但只要把生活节奏慢慢的稳下来，很多变化其实都是往这个好的方向去发展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不要一听到拍片子就紧张，
把注意力更多的放在日常生活的养护上，身体真的会给您回馈的。好的，非常谢谢孙医生哈，这段话听起来非常的治愈啊。那刚刚孙医生的这番话呢，其实是给我们所有人吃了一颗定心丸。放射科啊，它不是一个审判庭一样的存在啊，它其实是帮助我们看清身体状态的一个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透视镜啊。只要是在正规的医院，按照医生的建议啊，我们做这几次检查，对于身体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啊，不要过度的紧张。而真正决定我们健康走向的，反而不是您拍了多少次片子，而是我们日常的每一天怎么过，您怎么吃的，怎么动的，怎么睡的，怎么想的。日子过得越稳呢，身体也就越稳；生活节奏越乱，身体也就越容易出乱子。所以呢，别再因为害怕检查而逃避身体发出的信号了，也别再因为一次片子的结果而焦虑不安。我们要把注意力收回来，放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去好好吃饭，去规律的运动，睡个好觉，放宽心态。就像孙医生刚刚说的一样，只要你对身体好，身体一定会给你正向的回馈。